10年前的大学生也会失业，你敢相信吗？这部拍摄于80年代的电影《大学生轶事》，既能将大学生的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等问题残忍地揭露出来，电影中批判的教育本质与社会现实的割裂，放在如今这个时代，依然是大学教育的核心痛点。故事发生在80年代的华夏市，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我们的主角并不是某一个学生，而是华夏大学300多名待业在家的毕业生。为首的就是这个卖冰棍的小周，还有帮哥哥卖包子的小孙。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在那个年代，大学生绝对是稀缺的资源，是家里的骄傲，是社会的栋梁。可现实却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那就是毕业即失业。这一切源于一项政策的变革，那就是大学生毕业不再包分配，而是自主择业。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这不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经历的吗？但对于80年代的他们来说，这简直是晴天霹雳。这些大学生的荒唐行为很快就引起了一名记者的兴趣。招生的时候说好了，自费走读不包分配，我们也没非赖着让国家养起来不可呀。可明明说好积极推荐择优录用，现在倒好，有单位要又不让我们去了。小孙的这番话说出了巨大的委屈和不解，不是他们不优秀，也不是没有单位需要他们，而是中间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东西卡住了他们。女记者为了弄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她来到了华夏大学，找到了学校的校长。她本以为会看到一个焦头烂额愁眉不展的校长，没想到这位校长淡定自若，甚至还有点厚颜无耻。贵校还准备继续招生吗？或者说贵校还准备继续办下去吗？当然要办，而且还要扩大招生名额。第一届毕业生一个工作都没找到，第二届眼看又要毕业了，这样的就业率还扩招，这不是把更多的年轻人往火坑里推吗？女记者已经觉得这所大学就是打着办学的幌子在敛财，然而校长接下来的话却让她肃然起敬。他没有直接回答就业问题，而是把格局瞬间拉到了国际高度。世界上每1万人口中的大学生数量，美国是507，日本是210，苏联是106，而我国呢是11.6。女记者显然被这组数据震惊到了，然而校长接下来说的话更让她振聋发聩。现在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不仅在于谁有多少钢铁，谁有多少粮食，而主要在于民族之间智能的高低。国家落后，归根结底主要是教育落后。都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校长的这番话太有力量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在他看来，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是提升整个民族的智力水平。至于毕业后能不能马上找到工作，那是社会系统的问题，而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他的逻辑很清晰，只要自己培养出了有真才实学的人，那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看到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巨大的价值观冲突。校长的教育为本和学生们学以致用的现实需求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从宏观叙事的角度看，校长非常有远见，但站在小周、小孙这些活生生的个体角度看，他们的青春和才华却正在被虚耗。他们需要吃饭，需要生存，甚至需要一份工作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在女记者的不断追问下，校长终于无奈地道出了那个卡住学生们就业的真相。本来很简单，学校积极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一来一往完了。可是我们的人事制度啊，又是指标又是计划，总而言之啊，中间环节是一个大的问题。所谓的指标就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烙印。一个单位能招多少人，不是由单位的需求决定的，而是由上级部门根据计划下发的名额，也就是指标决定的。这些指标数量极其有限，而且早就被各种有后门、有关系的人预定了。华夏大学是一所自费的民办大学，不在国家计划之内，所以它的毕业生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指标。这个指标的概念就好比今天的编制和户口，称呼在变，但那种因为某种非能力的资格限制而导致人才无法自由流动，无法人尽其才的规则一直存在。一边是用人单位求贤若渴，另一边是300多名有真才实学的大学生嗷嗷待哺，中间却横着一座名为指标的冰冷大山。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就业难问题了，这是一个社会系统结构性、制度性的困境。女记者在被校长彻底点醒后，她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不在学生，不在学校，甚至不在用人单位，而在上层。于是她约上了这300多名学生的代表，决定一起去会一会那些上面的人。然而陪同女记者一起去的小周却很是悲观。大学毕业算老几啊？知识、文化、才能全加在一块堆儿，也比不上个修鞋的。再说到哪儿工作，专业对不对口，管学的好坏个屁事儿。
还不全凭后门和关系？真话呀，总是难听的。我瞎说啊。果不其然，他们先去了政府办公室，对方态度很好，表示愿意帮助解决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但就是权力有限，让他们到教育部门问问。到了教育部门，对方以国家有劳动制度的问题将他们推诿到了人事部门。到了人事部门，对方又说市政府没有定下来的招录指标，谁也没权录取，又让他们回去问市政府，兜了一大圈，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文件上盖的章倒是越盖越多，可问题却丝毫都得不到解决。每个人都说得冠冕堂皇，每个人都表示同情和支持，但每个人又都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个场景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似曾相识？去办个事儿，各个窗口来回跑，每个人都告诉你这事不归我管。这种官僚主义的惰性和僵化是比指标本身更可怕的东西，它消耗的是人的时间、精力还有希望。不信邪的女记者找到了自己那个当副部长的老同学，想要借这层关系去拜访市里面的更高领导，但她的行为却遭到了老同学的善意提醒。没办法呀，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嘛。再说这帮学生也挺可爱的，不光可爱，还挺可怜。不过你别忘了，有的时候也挺可怕的。最终他还是没有听从老同学的提醒，毅然借走了他的小汽车，来到了市里。虽然大门畅通无阻，可依旧没见到市委书记等更高领导。当他回到招待所时，老同学的提醒应验了。他发现自己的房间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已经被人霸占，行李也被扔了出来。招待所给出的理由是预定的天数已经到了。小周跟着他转了这么多天，早就看出了这其中的门道。这叫亮红牌，你呀已经被罚下场了。这一刻，女记者终于感到了一股寒意，那只无形的大手终于露出了她狰狞的一面。她不想解决问题，她只想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当讲道理、走程序都行不通的时候，她就开始用粗暴的方式让你闭嘴，让你离开。女记者的遭遇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推动一点点社会的进步到底有多艰难。当我们面对的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庞大固化、利益盘根错杂的系统时，所有的热情和努力打在他身上，就像打在棉花上一样，悄无声息。被罚下场的女记者并没有急着回北京，她先是停下来和小周他们一起搬进了毕业生们的集体宿舍，撰写着调查报告。回到北京后，她做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她把自己的调查报告发表在了内参上。内参可是直接呈送给各级领导看的内部参考材料，这一招简直是降维打击。果然，北京的浪花威力就是不一样。内参的事一发酵，华夏市的干部们火速行动起来，筹备了一场招聘会，营造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就业景象。女记者再次来到华夏市时，看到的已经是排着长队的应聘者。同学，你们在这干什么呢？市政府的什么部门来要人，我们等着考试呢。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解决，这场所谓的招聘会很快就暴露了他作秀的本质。首先，市政府只给了27个自然减员的指标，也就是退休、伤残空出来的名额，300多个毕业生给27个指标，既糊弄了上级领导，又糊弄了这帮大学生。可更离谱的还在后面，那些相貌平平的学生，不管专业对不对口，都会被无情的刷掉。而遇到长得漂亮的女孩时，领导连专业都不问，就想要录用她去当秘书。我可不会干秘书工作。这不难学，抄抄写写，坐坐办公室，有时候跟着首长出去转一转，闹好了还可以出国转一圈呢。可我学的是外语，专业不对口。什么对口不对口啊？只要学马列，干什么都对口。这句话真是太讽刺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官僚主义了，这是赤裸裸的权力寻租和对女性、对知识的侮辱。在他看来，你学什么不重要，你听不听话，能不能为首长服务才是最重要的。那个出国转一圈的暗示，更是充满了油腻和猥琐的意味。你简直是无知！你怎么这么讲话呢？你这么一来，我们可不敢要你了。谁稀罕去你们那儿？就凭有你这样的领导，请我也不去。这一怼出了尊严，但也彻底惹毛了这位手握指标大权的人。他当场发飙，不仅取消了招聘，还撂下了狠话。我告诉你们说，你们华夏大学我就是不要，不仅我不要，我要到别的单位的话也不要你们。看到了吧，这就是权力的傲慢。一个小小的指标，在这位领导手里就成了可以随意拿捏别人生杀大权的工具。他的一句话就能否定一群人4年的努力。这一幕将影片对体制的批判推向了高潮。门外的女生们愤怒地围住了他，虽然出了一口恶气，但也彻底断了这条被施舍的路。你看看那位老兄，那哪是挑干部，那是选美女。
事情再次陷入僵局。女记者也从老同学那里得知，那27个指标也被收回了，所有的努力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在巨大的失望和愤怒之下，学生们决定不再沉默，他们准备发动一场500多人的游行请愿，要向更高层反映人事制度的问题。他们强调，这次行动要和平，不能有暴力，甚至提前打电话给公安局报备，希望他们来维持秩序。然而，这种鲁莽危险的行为被赶来的校长和女记者及时阻止了下来。你们以为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有理那一套闹法能解决现在的问题吗？改革和开放，这是艰巨的长时期的任务。历史把这副重担交给我们的时候，就决定了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去奋斗，去牺牲。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女记者带着几名学生代表直接去了北京。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关注和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最终，在最高层的强力推动下，经济参考报刊登了建国以来第一则大学生集体招聘广告。此举一出，全国响应，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个单位向华夏大学的毕业生们抛出了橄榄枝。冷清的校园一时间成了热闹的人才交流基地。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不仅这一届的毕业生有了着落，后续的毕业生们似乎也看到了光明的未来。这个结局很美好，也很解气。但在美好的同时，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个地方性的就业问题，最后需要通过惊动中央，用全国总动员的方式来解决呢？这恰恰反衬出那个僵化的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虽然有利，但它却不一定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影片的结尾，校长看着被一抢而空的学生们，并没有露出高兴的笑容，反而露出了深深的忧虑。这让女记者甚是觉得反常，不免问出了心中的疑惑。学生们再不为就业问题发愁了，危机感没有了，压力感没有了，同学们刻苦学习的动力会不会也没有了？学校自费走读的生命力会不会削弱了？我担心今后会不会出现新的60分万岁？校长的思想可以说非常超前，他看到了危机的解决，也预见到了新的危机。当不包分配带来的生存压力促使学生们奋发图强时，新的包分配会不会又让他们回到铁饭碗的惰性里？他说的这番话，不正是我们当代大学生正在经历的现状吗？而女记者的老同学，那个体制内的副部长，最后在送她去机场时说出的几句意味深长的话，直接点破了整个事件背后的人性真相。这个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可是头一遭，谁都没办过。这要是办好了就是典型，可要是办砸了，这几声笑出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宁可拖着不办，也不愿承担改革失败风险的官场生存法则。这才是所有踢皮球行为背后最真实的人性动机。大学生意识这部近40年前的老电影，就像一个时光胶囊，封存了一个时代的阵痛与呐喊。他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依旧令人振聋发聩。电影里是教育与僵化的人事制度之间的矛盾，而在今天是高校扩招的速度与产业升级、就业市场吸纳能力之间的不匹配。很多高校的专业设置严重与社会脱节，导致毕业即失业的现象愈演愈烈。传统工业不再需要那么多高学历人才，而新兴产业的规模又不足以消化如此庞大的毕业生群体。这是一个时代的阵痛，在电影里，这种阵痛可以通过上达天听来解决，但在现实中，这种阵痛往往需要一代人甚至2代人的牺牲，才能在摸索中趟出一条新的路。希望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无论是大学毕业生还是非大学毕业生，都能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